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老师。一文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首先还是先来看到啊，目前赖总统对于无人机真的是心心念念哦。他昨天呢，其实就有曾经讲说啊，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过。他说他曾经担任过4届立委，真的没看过现在立法院是这样哦。那他说政治竞争、政党竞争难免，但是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是不能被破坏的。然后他就特别提到了是国防特别预算啊，也就是无人机产业发展预算哦，遭到全数的删除。好，但因为无人机的发展，他说实在太重要了。好，那又提了一个2100亿国防自主无人机的采购特别条例，但他批评哦，说在野是故意把经费编在了经济部。好，那当然网友对于赖总统的说法也是不以为然哈，因为有人说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立法院3读通过还能不附属的行政院。那也有人说啊，我也没看过少数总统还可以如此嚣张的，还好有立法院帮人民来监督政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总统府、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的僵局，其实人民对于总统的论述其实也是很不满意的吼。好，那我们看到军方10亿的前瞻无人载具计划哦，现在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就有提案要减列。好，我们看到他说针对首年5亿元的这个预算提案减列5000万。他说他不是反对研发，而是要求国防部应该先交代到底是性能不足、成本过高，还是整合失败。那不能过去宣称哦有效果，现在又用技术提升重新的包装要求预算。所以啊，在也认为啦，这个无人机哦，执政党这么心心念念，势必有猫腻啊，所以要严格的监督审查。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川习会到底有没有因此让台海之间降温呢？好，最新啊有数据说啊，共机扰台次数已经降至3年的新低。好，那说2026年上半年哦，中国大陆解放军战机扰台架次已经降到了3年来的最低水准。好，说跟今年美中的关系改善是有关系的。好，那有人就问到了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蒋斌哦，他回应哦，就说在相关海空域的活动都自有安排。好，也就是没有给你特别的回应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呢，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一个航机图。这个共军机也分4批次的活动哦，包含15架主辅战机跟无人机哦，在台海活动，其中11架次是逾越中线，那另外有9架的主战机、轰炸机以及辅战机在西南空域来进行活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哦36机这个军舰跟军机扰台，那真的有因为川习会降温吗？恐怕这个数据拿出来之后，大家也会满头问号。好，但我们也看到，确实哦，这个052D 驱逐舰现在发射的是鹰击20，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大陆的反舰战力是大幅的扩张。好，这是美国的军媒战区，他说啊，如果鹰击20正式的部署数量庞大的052D 舰队，好，将代表中国的超高音速反舰武器哦，不再局限于055型的大型驱逐舰，而是逐渐扩展到主力水面的舰队，而且进一步的提升远程的海上打击能力。好，但我们也知道啊，最近哦，这个中国大陆在台海的巡弋蛮多的吼。那美国也就是 AIT 这边啊，前几天公布了台美海巡舰并航照。好，那当然呢，这件事情哦有很多的讨论。不过我们也看到啊，像是这个军事专家张晋就说啊，其实美国的深层政府群体哦，不断运用各种的手段，希望造成川普邀请习近平的访美破局。他说，我们不能低估这类的资讯外泄可能引发的一个政治效果。好，不要卷入华府政坛的内斗漩涡，或是成为美国政治操作的棋子。好，什么叫做深层政府呢？科普一下，当然就是这几年就是有一些主流阴谋论的这个术语啦，就是在讲说美国的联邦政府背后真正掌权的机关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深层政府是不希望川普跟习近平2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啦，好，那最近在网络上啊，突然也就是今天哦，
这个突然传出一个讯息，就是说胡锦涛一家哦，好像传说食物中毒死亡。好，有一则微博哦，掀起了热议。那这个爆料人哦，也被人翻出说蛮有玄机的，因为他曾经提前20天暗示江泽民的死讯。好，那这个是网络上流传了一则有关于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有他的妻子刘永清，以及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疑似因为食物中毒身亡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的热议。好，那因为这爆料人是秦风哦，那秦风也有亲回有人澄清哦，说造谣者是冒用他的账号来造假。好，但这件事情哦，在两岸的网络上讨论度都很高啦。那当然，大家还记得吗？胡锦涛上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2022年10月22号，当时中共是第2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好，那胡锦涛当时是遭到架离会场哦。那这一幕放送到全世界，大家都很震惊。好，那现在会不会在20届5中前夕哦，那突然抛出这样的讯息？那是不是也是阿美仔的阴谋？当然有人这样讨论哈，因为呢，美方始终都有一个中国崩溃论嘛，好，我们还是看得到，先看国内的部分哦，因为在胡锦涛议题蛮多人在讨论的，我们等一下也请来宾帮我们讨论。那国内议题现在在讲无人机啦，到底有没有猫腻？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赖清德这样讲预算审查，那天傅昆萁在那个质询卓荣泰啊，傅昆萁也讲到啊，说在你任内就有6个3读通过的法案，你不附属不执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啊。所以我坦白讲，这个是朝野之间互卡啦。对啦。那我们讲无人机啊，据我了解，国民党没有反对啊。国民党目前的版本大家都知道嘛，那个特别预算的部分，他希望分作6年，每年编400亿，总金额还比民进党高嘞。民进党是2100亿一次通过，那这个让人家质疑嘛，因为你都不用每年这样来看一下进度审查，对不对？或者施作的状况。我跟你讲啊，我们监察院审计部最近有一个报告。因为我们那个有关那个金门外岛，不是无人机来骚扰吗？结果我们就急着要做一个干扰的防御系统嘛。中科院自己做，从2022到2026编了35亿的预算，结果现在中科院第1阶段大概做出来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监察院去写的报告啊，竟然没有针对北斗卫星。因为就是说，你基本上要对它做干扰嘛，那当然要所有的卫星系统都要能够干扰，那还有通信啊什么，你要能够截断嘛。结果审计部发现，工研院漏北斗卫星最新版5.1版，5.1 GHz 那个版。国防部的工研院哦，这个应该是比民间还要严谨吧。你都发生这种状况，我们怎么能够放心？2100亿以下过啊，就让民间自己去随便弄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不要每次啊，话都挑一半对你有利的讲啊。在野党谨慎，可是他没有反对啊，而且不管是国民党或民众党，他们支持的预算都比你还多啊。只是他们希望1年编400亿，那至于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这个胡锦涛这个新闻嘛，这个现在无法证实了，因为秦风以前也写过江泽民啊，那结果隔了几个月之后，确实发现是对的，对啊，可是秦风也写过王石啊，万科王石，结果是假的，秦风啊。为什么会得到重视？因为他当过前凤凰卫视的总监呐，而且他是李兆新前外长的子女，中国财经报的总编是他爸爸，所以大家当然会重视嘛。可是他用的刘永清有必要用英文写吗 ？LYQ， 儿子是胡海峰。有必要用
HHF 吗？哦，就是那个原本最早的这个贴文，对不对？不，这个就是新闻的来源啊。对，结果这个微博贴出来，立刻就删除了。那现在就有消息说，是不是会有人乱贴啊？就有人故意假借他的名。对，因为秦风是有回澄清嘛，他说是有人冒用他的账号造。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最简单的就是让胡锦涛露个脸啊，就这样啊，证明自己还在啦。如果要反驳的话，不然这种类似的新闻，江泽民我搞了好几年了，不是吗？好，我们接下来问帅将军怎么看？这种新闻呢，就假新闻就制造你内部，是当初胡锦涛被嫁出去，那就是好像是习近平谋害的。事实上，一个年老失智的，在一个大会会场内本来就不恰当。失智人讲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你很难预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人机，当然我们要无人机，但我们要什么样的无人机？我们是要个玩具吗？还是要你贪污的无人机？你看，民进党每次编预算，海鲲号他要一次编7条，那做不出来怎么办呢？国民党这个是非常慎重的，分阶段给你嘛。你第一阶段做不出来，我第二阶段不必浪费嘛。第三个，我们以前的经验就是有随便什么人去得标啊，马桶商可以标军火啊，有人可以标鸡蛋，有人可以标疫苗，根本不具有那个专业能力去标，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他一次编了预算，这一票卷款就走了嘛。我们那个扫雷舰的案子还不够吗？这种前科累累啊。第二，无人机要什么性能测试要做嘛？我们以前有大幅兵市场啊，什么武器都可以去试嘛。你买的样品，我们可以试性能嘛。你能载多少斤的炸药，能飞多远，你的这个精度有多少？弄个东西来，所有谣言就破了嘛。你不能买一个就是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失效的美国垃圾货，你要买吗？你要做吗？所以做的厂商有没有资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个来源，做出来的东西经不经得起测试？经得起测试的话，谣言一下就破了嘛，对不对？预算，我跟阿亮我们也在立法院干这么久啊，从来没说3读的案子可以不执行的。你这个行政院长是渎职啊，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干了。什么叫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是国会3读的案子，你一定要做嘛，对不对？所以啊，今天讲完都没有办法，倒阁还是用陈其迈上来做，因为怕你倒完阁以后又换个无赖上来做怎么办？对不对？还是一样不要脸，脸皮厚嘛。你怎么立法院怎么监督都没有用嘛。那我们还要立法院干什么？要你监察院干什么？还要媒体这样迫害，那政府当然就是独裁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无人机不是不要，要针对我们的任务，如何能够干扰？哎，我们的对方是全世界无人机大国，哎，对啊，量很大，对不对？人家的性能从喷射的无人机一直到罗先讲的无人机，还有微生物的那个仿生物的无人机都有。那你要准备打这场仗，防御的无人机怎么能力建立？攻击的无人机你要怎么建立？不是你随便编个预算，钱花了，打水漂。所以这种就是为贪污腐败里面制造机会的做法。海鲲号到现在还没办法是试验成功。从去年11月就应该要好的哦。对啊，多久了？所以我很早以前讲嘛，搞不好将来把下面的船底换成玻璃底当观光潜艇用。哇，不要这样吧，废物利用啊！不能作战的东西你买来干嘛？要维修，要保养，还要训练，还要浪费多少个军额、官额？是不能打仗，你有什么用？哦，将军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当然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我当然希望，我们以前为潜水艇也努力了10几20年呢，对不对？那可是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正当的厂商能有效战力，没有 fuel cell 的潜艇啊，下去不到几个钟头就要喘气啊，浮上来，就是变人家的活靶子啊。好，翁教授怎么看呢？
其实无人机的话题在台湾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国家安全议题，甚至不是国防产业问题，完全是政治话题。为什么呢？其实赖总统今天所说的这个论述，其实就是政治的问题，就是政治的纷扰，拿出来特别讲说无人机条例。刚刚亮哥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愿意理性的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国民党版本的无人机条例，事实上它的金额总额事实上是超过的，而且赖总统还特别讲到编到经济部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把产业也能够连带的提升。如果赖总统真的或者是民进党的团队好好研究，包括了美国最新国会通过的提出的所谓的台湾蓝天法案，谈的都是无人机的产业链，尤其是有可能在台湾进行所谓的美国无人机产业跟台湾无人机产业进行技术合作，甚至是技术转移。如果是这样的话，国民党提的版本里面讲到了由经济部来主导，那不就是透过无人机、透过国防，把台湾的产业也连带起来？难道这不是台湾之福吗？难道这不是台湾需要做到的事情吗？而且年度的预算每年都可以来讨论无人机如何来发展，如何来促进台湾的产业发展，其实才是最好的方式。那当然，赖总统讲的这么多的话，我们就说这就是政治讨论，甚至我会觉得这就是2028年的大选已经开跑了。对于赖总统来说，可能心心念念的就是选举哦，但是对于台湾来说，这并不是台湾之福。甚至刚刚两位都已经讲到了，台湾的立法院现在陷入的这样的僵局，包括了行政院的不附属，难道这是民主的常态吗？如果行政单位是这样子在执政，坦白说，我们在讲太多的所谓的台美关系良好，事实上也救不了台湾。甚至我必须很直白的说，在关于无人机，其实美方在看待，我们接触这么多的美国的智库学者，他们一开始也确实是听到了民进党版本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无人机都是国民党在挡。但是他们越发的了解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其实挡的不是国民党啊，是民进党想要用这个作为一个政治操作。其实啊，时间久了，大家都看得懂，至少外部看得懂，专业是看得懂的，所以我才会说，这就是一个对国内的政治操作。再来，我必须要说一说所谓的 AIT 公布的这个画面哦，照片，关于所谓的海巡舰艇跟台湾并驾齐驱哦。事实上，虽然它撤下来，虽然它可能有一些隐晦，但是我必须说，因为美国呢在最近这几年一直都在强调要怎么样来因应中国的所谓的灰色地带或者是切香肠的策略，所以其实好多年前就已经讨论到，美国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方法，也来呈现一个灰色地带的战略。那其中之一的讨论，我很早就之前就已经听过的，就是海岸巡防队，它毕竟不是海军，所以某种程度的灰色地带，用海岸巡防队的方式来到台湾附近或者是南海区域，就是来对于中国的灰色地带来做某种程度的制衡。我甚至还听过环太军演也可以邀请台湾参加一些海上的救援的任务哦。所以我们只能说，美国确实在建制派，也就是美国的政府体系当中，有不少人想要给台湾支持。在川普的时代，在不破坏中美可以继续交易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人，当然有人觉得这就是深层政府跟川普的步调不一致，可是也有一些人是在建制派当中觉得某种程度还是要给台湾一些信心，给台湾一些讯号。所以我们说政治上的解读呢，除了国内国外，事实上我们都要谨慎的来看待，而且要全局的来看待哈，不能用单一讯号来看，有很多的端倪哈，都要把它连串在一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昨天也讲到说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有4艘的舰艇哦，是穿越了中古海峡。不过现在日本的防卫省啊，特别有最新的回应，他说海上自卫队确认哦，中国海军3艘舰艇跟俄罗斯海军的1艘这个护卫舰，这4艘的舰艇呢，是在27号穿越了中古海峡，向西驶入日本海。但他也特别强调，我说这整段的航行没有侵犯日本的领海。好，那当然因为现在共舰有在冲之鸟海域附近来进行射击，好，那这当然也踩到了日本的一些敏感神经哦。但是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蒋斌啊就有做回应，他说中俄两军的联合巡航海域这是公海。说日方啊只交围岛并以此主张说这个专属的经济区跟大陆架，他说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好，也就是所谓的冲之鸟礁还是冲之鸟岛。好，现在中日之间有一些局域。好，那中国的国防部啊促使日本要加快的
日夷化武的处理进程，然后说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那现在台湾有事啊，似乎出现了涟漪，因为有多名的驻中国日本记者说啊，从今年开始以来啊，他们就受到了公安严格的监督，那也要求要严格的遵守向受访者出示记者证的规定。那部分以往可采访的大型活动没有获得了采访资格，整体的采访环境是明显的收紧。那当然嘛，去年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言论势必也让中日的关系日益下降。那现在高市自己的政权是不是都岌岌可危呢？因为这民调下探有一些还到41%嘛，好，那是不是也为了就民调来下猛药呢？因为他已经拍板说日本将在明年4月开始把食品的消费税率从8%降到1%，哇，一下子降了7%真的蛮多的。好，那实行就是2年的时间。只要是如果顺利实施就会是日本自1989年引进消费税以来首次的调降关税。好，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日本的食品消费税已经有38年的历史了。好，那当然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因为也有说恐怕会有4兆的日元是因此没了。好，那高市早苗现在有遭到背叛吗？因为周刊文春这个日本媒体他就爆料说，有2名阁员密会了石破茂，似乎是一个倒戈的私宴。好，我们看到他说正当朝野为了副首都法案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高市的2名核心内阁官员跟前首相石破茂等人密会。好，说这是一场倒戈私宴，开始为明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来进行布局了。好，那东京现在还有示威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宪扩军，而且他们说没有获得大家民众的同意。好，我们看到这是示威者在东京新桥站附近集会。好，抗议的就是日本当局想要透过修宪还有扩军政策来削弱国家的和平宪法。示威者怎么讲呢？他说高市早苗你上任后不久就发表了错误的言论，指台湾可能出现突发事件就可能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那日本非但没有认真的反省过去，反而继续的煽动紧张局势。作为日本公民这些示威者深深的感叹说他感到相当的忧虑。好，那当然现在看到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蛮微妙的好，日本海上自卫队积极推进一个叫做神盾系统搭载舰的计划，力拼2027年将首艘这款被视为全球火力最强、尺寸最大的驱逐舰要让它正式服役。那第2艘则预计在隔年的时候就要跟进。好，主要呢它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的055大徐，是这样子被外界讨论的。好，那现在日本防卫省更宣布说赴美来接受改装作业的海上自卫队神盾护卫舰海鸟号，好，29号在太平洋海域首度进行了战斧巡弋飞弹的发射测试，好，借此来验证改装跟战系整合的成果，说未来将负担防卫嚇阻战力的关键任务。那现在大家就说这整个的日本态势的发展感觉就像是在第一岛链帮美国急先锋的那一位。好，那日本的经济则是蛮震荡的因为现在日元的汇率这个感觉暴升，又贬破了160。那现在这个隔夜大幅升值之后，这今天开盘又走贬，好，所以贬破了160日元的关卡。尽管市场纷纷臆测日本政府进场干预汇市，但是日本官方没有证实，但同时暗示说，包含美国官员在内的海外伙伴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那当然，伙伴是谁呢？有人就想到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好，那贝森特确实有讲到日元被严重的低估，而且过度波动对市场是不太健康。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整个国内局势，当然我可以看得到是高市早苗他非常的想往前冲，但是其实在日本国内的民众对他很多的想法都是没有非常认同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民调现在是直直往下掉。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日本防卫省现在对于中俄4艘舰艇穿越宗谷海峡，他说是没有侵犯到他们的领海。我们要先问亮哥怎么看？日本现在的处境就是所有的海峡整天都被人穿来穿去，
最北叫中古海峡，就跟库页岛啊，再往下就是青津海峡，就北海道跟本州了啊。那个青津海峡本来不是公海，因为它只有3公里，是日本自己把它当做公海，为什么？方便美国军舰通过，就现在中国、俄罗斯也给你通过。反正你说是公海嘛，对啊，对不对？然后再下面就是宫古海峡嘛，就每天被人那边穿来穿去，而且有的非常近啊。你如果去过青津海峡，你就知道，你就看到那个军舰在你眼前通过啊。那个如果是美军的军舰，日本人大概习以为常。中国的军舰，俄罗斯的军舰，啊，这个当然是高市长带来的嘛。那中国大陆就到你冲之两，因为他不承认那个是一个岛吧，所以就说你没有经济海域，所以我就要在冲之两海域附近来做实弹射击，所以我觉得他是简单讲叫做每个领域都满头包了，这个是军事嘛，经济啊，昨天那个日币啊，从163拉到158，我看是暴涨了3.3%哎，那结果后来又回跌到160，撑不住了。我跟你讲，他上次从160拉到155啊，花了多少钱？花了外汇存底的7%，结果155又跌到163，所以其实。我昨天忘了做空了，我跟你保证一定跌下来了，因为你的经济不行嘛。你看日本有哪一个经济是亮点？你去看嘛，它本来最强的是汽车产业，你各地的市占率都在下降，中国、欧洲都在下降，手机日本有跟上吗？人工智能、半导体它有跟上吗？就我们用最大的产业来看啊。全球啊，看不到啊。那他想要做军工产业嘛，结果现在稀土被抵制。而且你要卖军工产品，你要跟美国打个招呼吧，不然市场也是严重竞争啊。对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没路了。我觉得这个周刊文春也是很坏的，2个阁员去见石破茂。就立刻理解为倒戈，这也太过分了啦！周刊文春本来就是人家本来小八卦小报好吗？石破茂也是日本右翼啊，那人家也是资深的，阁员去跟他讨论一下，这样叫做倒戈。我跟你讲啊，日本现在没有人对高市那个位置有兴趣了，很难做了。你可能坐上去，你半年也要下来。所以。排队第1名叫小泉进次郎啊，他完全都不积极，他不敢积极啊。不是因为这个经济，高市早苗的民调掉是因为经济啊。对，那你说他要降税嘛，对不对？对。现在很多人都在泼他冷水啊，说你要降税，对不对？那厂商趁机涨价，那这样还是没完哦。没有办法解决经济的问题。不是啊，因为通货膨胀真的很严重啊，所以你降税，通货膨胀可能就抵消掉了，所以你不一定会有作用啊。而且我刚看了一下，平均一户哦，1年可以1个月啦，1个月可以少支出3700日元，才台币1000块左右，那有什么用？那真的不多。对啊，那有什么用呢？好，所以现在日本的经济看起来高市反而重要，也不怕兜了吼。好，所以将军怎么看？首先讲日本那个记者被监控的时候，因为什么？你高扫描要成立特高组、情报组嘛，那你来的记者常常是最好的这个情报人员，又可以照相，又可以问话，到处乱跑，当然要严加掌控，这是第一个，很自然的。第二个，你看日本呢、军舰上要装战斧飞弹，代表什么意思？贝森特为什么要救日本经济？是什么意思？因为
在美国眼里面，将来第一岛链上唯一能够当棋子去消耗中国大陆是日本。那中国大陆也不想跟你日本正面开仗，但是用经济就可以把你打垮。趁你现在正虚的时候，日本的经济一塌糊，中国何必要用武力呢？展示一下，威吓着就行了嘛。经济才是中国打日本最有力的手段。趁你病嘛，要你命嘛。你现在正好是日本经济上最虚弱的时候，你的稀土产品中国大陆不给你，永磁电池不给你，你的汽车工业就差不多了。是稀土不进去，日本有多少厂要停产呢？对不对？那日本是个靠出口的大国啊，它什么事情都要靠出口啊，出口东西产品出不来，你出什么口？高市早苗这个内阁撑不了多久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热闹，要看清楚主战场是什么，包含美国跟中国主战场都在经济，而不是在军事。你没记得习近平讲了一句话：“太平洋够大”，这什么意思啊？全世界最危险的是地缘战略。我跟高正亮走得很近，迟早要打架。从历史上，俄罗斯是不是中国的威胁？日本是不是威胁？是，因为近嘛。对。那印度因为有个喜马拉雅山，威胁不了。所以中国也不愿意去打他，他也不会打中国，靠近的就可以打。美国这么称霸那么久是靠什么？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相隔，谁能跟他做本土性的战争？他反而肆无忌惮的全世界搞事，因为他本土不受威胁。那同样的问题啊，你美国要跟中国开仗吗？开仗只能用核子武器，用核子武器是双方毁灭。所以这个问题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个两强的争霸战争在哪里？争在经济，军事只是一个辅佐、威吓的作用，是只能唆使小弟在前面当棋子，因为就是日本啊，2次战争全世界都看懂了，把俄罗斯消耗了也奄奄一息啊，一个小乌克兰呢，一个小小的伊朗把美国也消耗的差不多啊，美国也吃过这个亏啊，中国大陆这个时候保持安静不是最聪明的做法，是非要跟日本开仗。让日本来消耗你啊，打仗很贵啊，看你经济上就把你给捏死了，那是善用兵呢。好，欧瑞中教授怎么看呢？确实，问题还是回到经济哦。高市早苗首相为什么当选？他之所以会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起来让日本民众觉得很强势。面对国际的变局，中国的崛起，所谓的这个东北亚的局势的紧张，高市早苗首相当时表达的非常强悍，跟随着安倍的这个路线，所以让日本民众或许觉得有一种期待，有一种幻想。但是就像亮哥刚刚所说的，现在在日本周围的这些军事的船舰，不是美国的军舰，是中国大陆的军舰，是这个俄罗斯的军舰。这些军舰带来的民众的感受会是正向的吗？民众的感受相对来说是高市你带来的，你带来了又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所以其实现在高市早苗首相遇到的状况是蜜月期慢慢的已经结束了，蜜月期结束了，大家就会回归到生活上面真实非常切身的。那我的经济表现真的是不好啊，我的经济没有办法拉抬的情况之下，这种相对的威胁没有办法解除的这种感受就会更加的强烈，就导致了高市早苗首相现在的这个民调的支持度不断的在往下退哦。那其实呢，高市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期待，或者是没有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呢，现在落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没有像他的期待当中给予这么强大的支持。我们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高市早苗首相跟川普总统之间的关系，高市他一直强调他日美关系有多么的理想，甚至川普访问日本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高市是如何的希望日美之间的关系可以透过他的私人情谊，或者他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得到非常正面的反馈。可是到目前为止，川普 2.0 上任以来呢，川普总统美国真的有给日本多么强大的支撑吗？看起来川普总统在乎的不会是日本，相对来说，高市所期待的那个支撑没有办法得到，所以也就导致了从国安的层次、从经济的层次都没有办法满足日本民众的期待。那当然，他的民调会下滑，而且真的我们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目前，虽然没有人想要做首相，可是按照目前的发展下去呢，日本的自民党内恐怕也会开始有更多的讨论，就是高市到底是不是当做我们的头牌的门面的人物。我们看到很多关于他个人形象的操作，包括了他向日本民众表达他一个晚上只睡3-4个小时，这些都是人物特质的操作。其实他已经反映出
已经反映出政权其实还是蛮虚的。对，所以其实像这几天熊本的这个地震事情高市早苗一出来，其实网络上的网友对他是骂声不断所以也可以代表现在高市早苗在国内要稳定整个政局其实也是有点力不从心。这个礼拜那个田中真纪子是田中角荣的女儿是出来大骂他没有资格当首相，是不是那个外国脸的那一位？不是田中真纪子，另外一位。好，我们再带大家来持续观察一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习近平不是说这9月要到华府来跟川普会面吗？好，但这都是川普讲的啦，因为中方这边都还没有做任何的确认。好，但是是不是正在就是沟通呢？因为说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视讯通话。不仅为习近平9月访美做准备，也为后续美中贸易的协议来进行铺路。那贝森特还发文说跟何立峰强调，美国期望中方全面履行在稀土还有美国农产品方面的承诺。好，那现在川普还引援的是国防生产法授权商务部的限制，说可以含可回收关键矿物的工业废弃物出口。好，就是要优先的满足国内高科技跟国防制造的需求。那电子废料说出口都喊卡了说川普出手拦截屋里的电池碎片，那当然就是剑指中国大陆的矿产主导权就希望这些关键矿物的供应链要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好，那是不是真的能够不依赖呢？我们看到 SpaceX 也打造去中化的供应链，他们有2项的要求，一个就是不得在为 SpaceX 生产产品的设施当中指派或是聘用中国籍的员工。好，另外就是不能使用陆器生产的系统还有设备。好，但是看看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蛮崛起的，很厉害他们有加强版的动力心脏是爆单的。好，这是生产轴向磁通电机的企业执行总裁就透露，工厂订单有实现3倍的增长，而且营收是翻倍。他说这个产品已经覆盖30多个国家跟地区，连欧美也在加急的催单。好，那甚至日经亚洲也有报道说相关的全球67类重要的商品跟服务进行了2025年的份额调查。中国大陆企业在19个品项当中是最大的市占，而且比2024年还增加了1类的品项。那美国企业从27个降到了23个。那像是比亚迪是正式的超越特斯拉，以14.5%的市占率，成为了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龙头。那现在川普当然是不服输尤其 AI 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说也是至关重要。他现在就讲说我们要评估管制 AI， 但是也特别强调要领先中国。他说要确保美国在 AI 的领域保持领先中国，我们不想进行限制，但突然之间就落后于中国了。好，那现在 OpenAI、Anthropic 的掌门人都曾是他的手下。好，那就是吴恩达警告说模型可能随时会被关闭。好，那各国正转向中国的开源 AI。好，这是 Google Brian 的共同创办人吴恩达，他就讲说美国私人企业跟政府随时有能力关闭先进 AI 技术的存取。好，所以这种的被攻断焦虑会让各国产生一个急迫感，那就是为了确保自主 AI 供应链现在就会使用中国模型因为中国是用开源的 AI。 好，那确实也看到现在有一件事情这蛮多人在讨论，就是 Hugging Face 发现遭到入侵，而且这个是失控的 AI 进行网攻然后呢，由于美国的先进 AI 模型拒绝执行跟骇客行为相关的工作，然后最后该公司的资安团队是用了中国 AI 模型才把它驱离。那事后重建大约是1/3的基础设施，所以现在看起来中美之间的 AI 竞逐正在进行当中。好，那当然每个人对于 AI 的观点不同。好，那有人觉得这个美国的 AI 模型很好，也有人觉得中国的开源模型也不错。好，但是不可否认9月的川习会现在看起来箭在弦上了好，那当然事前的磋商也相当重要。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个只是在
先拟一些议题啦。那个川普也说要讨论人工智能，所以我光是这个稀土啦、大豆啦、人工智能啦，议题就够多了啊。然后川普不是又给他加税吗？加12.5%，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反制，还没有啊。我是觉得习近平924一定会去了，那我估计还是会谈台湾问题的，这个没有办法啊。那目前中国买大豆的速度确实很慢，最近又加了一点，45万吨，不如美国预期，对不对？美国要求上下半年中国大陆应该是要买1500万吨1000多万吨，你算算。结果最近又加了45万吨，哇，那真的是，所以美国当然会抱怨了啊，可是这个没办法了，豆久了会发霉。两国就是这样嘛。其实这一期的 CSIS 啊，做那个 SpaceX 的对手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商业卫星遍布全中国，就是要挑战它的星链计划。中国大陆现在有2个星座计划，因为那个 SpaceX 以星链计划已经发射了大概1万颗卫星在天上嘛，1万多低轨卫星。中国大陆那2个星座计划，个别都要发射12000颗。对。然后，而且它发射的数量越来越多，结果那个 CSIS 把它发射卫星的公司啦，还有发射卫星的地点，全部都列出来。我真的是大吃一惊啊，多到那个程度啊。然后上海证交所今年特别那个商业那个创业板，就是要拉拢商业卫星上市，这个真的就是举国体制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美国一定越来越有感啊。比如说比亚迪今年就超过特斯拉了。比亚迪说他在3年就会超过丰田。我看我这辈子，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真的没有想过啊，那就发生了。那现在是星链计划，就低空经济啊，还有机器人呢。机器人也是很大的产业啊。是，你去想汽车，还有机器人啊，所以我觉得也难怪川普会紧张啦。那人工智能，谁叫你那么贵？中国大陆的成本啊 ，token 的单价，美国的1/50啊，又是开源模型啊，所以一些中小企业、新创公司还没有赚大钱，当然去用便宜的嘛。我用 CP 值高的嘛，对不对？当然是啊，因为你那么贵。好，帅将军怎么看呢？我跟你讲，星链是很重要，在俄乌战争里面看出来星链的重要性。但星链的这个高度啊，只能最大容纳5万颗，所以美国已经打了1万多块，将近2万，中国必须要急起直追，因为你超过这个数量，的密度太大了，就有问题了。所以星链除了商业低空经济以外，军事作战也是一个关键。第二个，我认为美国自己一天到晚讲他要科技作战来掌握这个世界的霸权跟它的油源的问题，但是科技作战现在出了问题的，它科技作战的主战场就在 AI 嘛。那 AI 里面，刚刚亮哥也讲得很清楚，你美国搞的那个内闭式的那个贵得要命啊，那一般厂商用不起，它也不需要，所以中国这个开源加这个机密 K3。这样大量的这个生产，就造成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产品，所以在未来 AI 战场上谁输谁赢也不知道。第二个，高级的那个晶片那个 AI 的投资已经超过，很多人在怀疑你能不能投资这么多几千亿美金在里面，能不能收到你的效果？所以一开始就有 AI 泡沫的说法，现在越来越看近这个味道，越来越近了。投资这么多，你能不能收到这么多的回馈跟收益嘛？这是个问题嘛。当你收不到这个回馈收益的时候，你是下一波美国的时候经济上的崩溃是不是出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看，我一再强调，中美之间
主战场就在经济，经济又在科技跟这个制造业。那制造业中国大陆已经站稳了，下面就是科技这一仗。对，这一仗打赢的话，美国没有搞头了。对，科技还包含像 AI， 对，还有刚刚这个亮哥说的机器人。对，机器人现在中国大陆在应用上面也相当急起直追，对不对？美国已经输了嘛，真的是输了。你想，机器人不是我们看的打拳那种机器人了，以后的生产链上都是机器人呐、又不罢工，也没工会，日夜加班，连电灯都不开，哪个老板不用啊？是。我担心的是年轻人失业的问题啊。对，接下来应该会是改变人类的，这个跟另外一个革命了哈。工业革命的这个影响力就人要跟机器人一起做了。对啊，对，那当然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改变很大了。你看那个 AI 里面发展，还有去出轨的去骇客人家，这以前我们担心的，我们就担心这个啊，对啊，对不对？武器出轨的是攻击人去了。他没有人性了，他完全是根据他推算。当他的逻辑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掌握他，他掌握你。这就是一轮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这样演的，都是这样演的。所以有可能会在一轮这个时代上面出现吗？当然我也期待一下哈。好，翁教授怎么看？很多事情都真的正在发生当中哦。我们先说所谓的9月的川习会，我非常认同亮哥刚刚所说的9月的川习会，我认为会发生，而且呢，习近平会到北京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占上风了，你干嘛？为什么要到华府？为什么要去？我占上风，我干嘛不去？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事实上，整个以中国现在看起来的状态呢，如果这个会面会是站在一个上风处，在谈判桌上是有很多的筹码可以谈的，那为什么不去？如无意外，我们要讲如无意外。所谓的没有意外，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从现在到9月底的这段期间当中，如果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譬如说美国有什么样特别的踩到红线，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么我会认为9月底的这个川习2会会再次的登场。然后我们其实看到中方不断的释出，不管是在稀土还是农产品，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策略已经不再是一次的开放，什么都一点一点的释出，某种程度已经在挑弄你、玩弄你这种感觉，吊你胃口的感觉。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他买大豆、买这些农产品，买个几十万吨，这个完全是一个小数字哦。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得到，中国在目前美中的竞争当中，它有很多的筹码正在手上，而且他也在看美国现在陷入了这么多的困局，尤其是美伊的冲突，中国其实真的是战略定力，可以慢慢的等，筹码其实不断的在累积跟堆叠，全球的局势、全球的评价、好感度也是首次的超越了美国。在我们要说到，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中国其实在整个 AI 时代呢，所谓的纵向磁通电机其实这只是一个案例而已。这个案例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中国在很多的关键的技术上面，某种程度，我们虽然不能说它领先，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很多的发展呢，它都是制造出一些产出的产品都是堪用而且好用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占领了市占率，有了市占率之后，其实接下来镶嵌进入到各国所谓的无人机、电动车的产业链当中，就摆脱不掉了。这是其实中国所谓的2035年中国标准的关键的大战略。我们看的不仅仅是市占率，我们看的不仅仅是 AI 时代的科技竞争，我们看的是谁能够主导未来的标准。当中国的2035的标准真的落实了，变成以后所有的产业、所有的 AI 相关的东西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美中竞争，美国要再反转回来就很困难了，因为你用的所有的东西，电脑的所有的规格都是中国标准的规格。